我林春淼做了10几年生鲜质检，可这群人竟想用烂货糟蹋我老家清潮岛的名声，我绝不允许！别翻了，谁让你动底层的？马上就签试销了，你把礼盒拆成这样，算谁的？手拿开，货一动，责任算你的。拍什么拍？他乱拆把货弄坏了，你们还拍？拍，先拍开口螺，再拍箱底。春淼，别这样闹。招商谈了半个月，先走一批试销不行吗？你先闻闻，再说签不签。一个标签有什么好看的？海鲜有点味正常，你非要把场面弄难看。海味不是酸味，你急着盖箱，是怕我闻见，还是怕采购看见？林主管，你一句不合格，这批节前礼盒全砸了，损失你担得起吗？底下都酸了，还想贴清潮岛的标往外卖？清潮岛的货你比谁都清楚吧？你一个清潮岛出来的，专拆老家的台。第二层混规格，开口螺3只，底层贝类泥沙不对，不是清潮岛外滩货。鲍鱼吸附力弱，离水时间也不短。这些怎么解释？运输损耗、礼盒组合，谁家没有？你们做采购的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？损耗可以写明，断温不能装没看见。昨晚11点后，温控记录没了。换车碰坏贴子很正常。那重量呢？查批次。林姐，系统里没有对应出仓记录，只有一条中转登记，品名是混合贝类。混合贝类，露露写错了，多大点事儿？开口发酸，灰壳贝，断温贴，重量不对，批次查不到，哪一个是小事儿？你少拿几只螺吓人！我们配批货走了好几个渠道，别人都能过，就你非要卡。别人没拆到底，我拆了。这批礼盒暂停上架，供应商补完整批次、温控和来源说明，再谈。行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我只后悔拆晚了。春淼，你今天拆得太硬了，招商谈了半个月，供应商背后还有渠道，你当场让人下不来台，后面怎么谈？让问题货上架，后面只会更难谈。你先写内部风险提示，流程上暂停就行，别再往源头追。标签写的是清潮岛，我知道你是清潮岛出来的，可这只是一个产地名。对你们是产地名，对岛上赶海的人是饭碗。林姐，要不要我把异常批次导出来？导，还有近3个月清潮岛礼盒的售后记录也一起拉。春淼，先别追太深。如果只写风险提示，下个月还会有下一项。那也不是你一个质检主管能管完的事儿。我知道我管完整条链，但我能先查清楚这箱货是谁送出来的。许万金，这人是谁？清潮岛码头最大的海鲜贩。许万金，真是你把这箱货送出来的。林姐，不止今天这一箱，上个月有8单说海螺发酸，前个月有5单说轻蟹空壳，还有3单说鲍鱼离水太久，收到就趴了。货源都是谁？表面供应商不一样，可中转收货方都绕到同一个名字。许万金。春淼，招商那边已经找我了，那批礼盒先暂停可以，但你别把旧单子全翻出来。旧单子不翻，新货还会照样出。你别把事情闹大了。平台讲流程，客户已经退款的，售后已经结案了。你现在重查，等于说之前验货也有问题。之前没拆到底是问题，现在拆到底了，还装看不见也是问题。林主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那箱你卡了还不够，还想把以前的单子也翻出来？这是上月15号的退货，客户说香面蟹还活，底层螺已经臭了。售后都赔完了，你现在拿出来说事儿，不就是想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扣？我不是扣责任，我是找源头。春淼，供应商也不容易，海鲜有损耗，客户有时候也会夸大。你先把今天这批处理完，别把范围扩大。3个月，16单异常，6个供应商名字，最后都回到许万金的中转车。这个范围不是我扩大的，是他们自己连上的。这是我们渠道资料，你凭什么留？这是平台售后证据，你再动，我就让记录员把你现在这一下也写进去。春淼，今天先到这儿，你把内部风险提示写了，后面的事儿交给渠道组谈。渠道组谈价格，谈供货，谈排期，可这件事谈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卖的不是一箱坏货，是清潮岛的牌子。货坏了可以赔，牌子坏了，岛上那些真赶海的人找谁赔？说的这么大意，你真有本事就回清潮岛问问，许老板在码头收了10几年货，谁不认识他？你以为你查几张单子就能动他的生意？你是在提醒我，源头不在城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我听明白了，这份风险提示我会写，但我还要请假。请假去哪儿？
回清朝岛，找许金公当面验一枪货。春苗，供应商愿意补一份说明，今天那批礼盒不上架，前面的售后也按普通损耗处理，这样大家都能往下走。普通损耗不会3个月都绕到同一个中转人。林主管，话别说那么满，你查的是平台单子，不是码头现场。清朝岛每天那么多货进出，谁能保证每筐都一样？所以我要回去看现场。春苗，我批不了这个价，你现在走，手里的项目谁接？招商那边也等着你把风险提示改成最终版。最终版我已经写清楚了，建议暂停所有许万金中转的清朝岛礼盒，复核温控、批次和来源。你这不是风险提示，这是让整个渠道停摆。渠道停1天，还能再谈。坏货上出去，清朝岛的名字就被人骂1天。你一口一个清朝岛，好像岛上人都等着你回去救。林主管，你离开这么多年，码头现在什么规矩，你懂吗？我懂货，懂货不等于懂生意。拿酸螺贴精品标，这不叫生意。春苗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产地名声，但你得想清楚，你是平台质检主管，不是清朝岛码头的人。你回去查，平台不能替你背这个事儿。不用平台背。你什么意思？林姐，你别冲动。我不冲动，我在这儿验了10几年货，知道什么能让步，什么不能。辞职申请，为了几箱礼盒把工作都不要了。林主管，你这戏演的有点大。几箱礼盒不值，但清朝岛3个字值。你辞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许万金在岛上收获多年，货从他手里走是很多人的饭碗。饭碗不能靠假标天端着。林姐，异常批次、售后照片、温控记录，我都按日期整理好了，都是平台已有资料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谢谢。春苗，真要走？我从清朝岛出来，是为了让好货进城，不是看着坏货把好货的路堵死。你回去也没用，许老板不会因为你几句话就改码头规矩。那我就不跟他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摆一张验货台，谁的货真，谁的货假，当场拆给大家看。一筐280。许老板，我这筐青蟹你看看，腿都是硬的，昨晚刚起的，怎么还1筐价？你卖不卖？后面还有人排着。许老板，我这筐螺也不一样，昨天你收别人差货都给260，嫌少就自己扛回去，车马上走，我不等。嘿，这筐不能倒。哟，这不是春淼吗？城里大主管回来了，怎么来码头看热闹？好蟹、软蟹、空壳蟹到一块儿，出城就都叫清朝岛精品。许老板，你这热闹挺值钱。码头收货讲速度，谁像你们城里一只只摆盘子？大家赶海都等着结钱，你别挡人财路。春苗，刚回来，别一上来就跟他顶。桂嫂，这蟹绑绳干净，壳硬，腿也有劲儿，和那边几只软壳蟹不是一个价。你还会看这个啊？我妈教的，忘不了。林春淼，我给你面子，你别在我收货棚前面挑事儿。我不挑事儿，我验货。你要按1筐价收，就当着大家把好货差货分清楚。你说分就分，码头什么时候轮到你立规矩了？从你这儿出去的清朝礼盒，城里已经退了16单，底层发酸、批次紊乱、温控断档。今天这筐再混进去，下一箱臭的还是清朝岛的名声。这筐先别动，今天就从它开始验。阿兰，你自己说，这筐卖不卖？卖我就按280收，不卖，以后我的车不等你。许老板，我不是不卖，我就是觉得这筐蟹好，能不能单算？单算？你今天单算，明天他也单算，后天所有人都要单算。我收货棚还开不开？单算不是闹事儿，是分级。硬壳、满肉、绑绳干净，这种蟹本来就不该和软壳蟹倒一起。听见没有？城里回来的人就是会说分级，谁给你们找买家？谁每天派车？谁当天结钱？离了我的车，你们这几筐东西自己背到城里去？要不算了吧，家里还等着买米。我知道。
你怕今天不卖，明天没人收？不是怕，是试过。上回我挑了一筐好螺想单卖，许老板的车3天没收我的货，海鲜放不得，最后还是低价给了他。今天先不变车，先把账算清楚。算什么账？你280收阿兰的好蟹，再混几只软壳蟹，出城贴清朝精品。城里客户按精品价买，岛上人按1筐价卖，差价去哪儿了？你少挑拨，大家愿意卖给我是信我。我信你这么多年，可我这筐好蟹真就只值280。阿兰，你想清楚，今天你跟他走，明天就别把筐放我棚前。这筐你要敢拿出来，我帮你验，帮你记，也帮你找第一个愿意看货的人。那我今天不当混装筐了。怎么真要在我棚前摆摊儿？不摆摊儿，验货。春淼就在这儿验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要是卖不出去，我今天真白起早了。先让大家看明白，这筐到底值不值好价？看腿抓得住，看壳摁不下去，看绑绳没泡水，这种是好货。以前我们只看大小，没这么分过。老辈儿也这么看，就是没人摁这个给钱。说的热闹，分出来又怎么样？没有我的车，你这几只好蟹能飞进城？飞不进去，但也不能先被你倒进混装筐。这只壳是软的，腿也没进。对，这种能卖，但不能和好蟹一个名头。够了，你拿几只蟹在这教人，耽误我一车货。谁今天不把货交上来，过时我1筐不收。许老板，这么急着收，是怕他们看懂，还是怕他们以后要明习？林春淼，你别把自己当码头主人，你要验可以，今天你要是验不出价，阿兰这筐货你自己买。春淼，可以，验出价，我当场给阿兰写第1张分级单；验不出，我按你280的价收。那你先验这筐，这里头要是也能被你分出花来，今天我就听你说完。这不是该进城的货。桂嫂，你别跟着添乱，小点就小点，凑礼盒正好。这是幼苗滩出来的，壳边还嫩，吸得住石头，不该离滩。我今天没捡这么小的螺。这筐不是我们刚才那些货。码头这么多筐，混2只小的有什么稀奇？别把小事说大。桂嫂，你确定是幼苗滩？清朝北滩的泥细，壳上有灰线，那片滩以前我们都留着，等它们长成再起。现在连这种都收，明年还能剩什么？桂嫂，你少拿老规矩吓人。现在谁还等1年2年？今天能卖钱就是货。海不是你一个人的仓库，好货差货要分，成货幼苗也要分。幼苗货混进礼盒，客户看不懂，可海记得住。林春淼，你越说越悬了，验货就验货，别扯这些没用的。这不是悬，这是源头。你今天收幼苗，明天拿什么贴清朝岛精品？看壳边，看吸力，看泥线，别让人一筐价收走，还把不该起的东西也算进你们头上。怪不得这2年北滩货少了，好货被压价，小货也被扫走，最后坏名声还算清朝岛的。你们今天一个个都想跟我对着干是吧？他不是跟你对着干，他是在给清朝岛留后路。这筐先记3类：成货、次货、幼苗货。幼苗货不能混进城。小满，你不是在镇上帮人做表吗？我听说码头吵起来了，就过来看看。春淼姨，你要记档案，我会做。会拍照、做表、编号吗？会，客户资料、出入库表、批次号我都做过。一个城里回来的，一个镇上做表的，真把码头当办公室了。小满，从这筐开始，先拍整筐，再拍分级，最后拍货主和重量。货主阿兰，轻蟹1筐，硬壳成货8斤6两，软壳次货2斤1两，空壳断腿另计。幼苗货5。我这筐还能这么算？以后每筐都这么算。好货是什么样，差货是什么样，谁送来的，谁验的，都要留下。留下给谁看？你们自己看着玩？给买货的人看，也给以后对账看，照片、重量、时间都能对上。以前他1筐收走
我都不知道自己卖的是几斤好蟹，那我的也能记吗？我这筐螺昨天半夜捡的，真不是混货。能，但先说清楚，记账不是给谁抬价，是把货说清楚。好货拿好价，次货按次货卖，不该起的幼苗放回去。这规矩正。规矩？你们今天在这写几张纸，就以为有人认？没有冷车，没有客户，档案再厚也是废纸。纸是不是废的，要看上面写的是不是实话。春淼姨，第一筐记好了。那就拿这张档案去找第一个愿意按货看价的人。硬壳成货8斤6两，软壳2斤1两，空壳断揣另计。谁验的？我验的，小满记，阿兰送货，照片、重量、时间都在后面。老板，我这蟹真是昨晚起的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一个个看。壳是硬的，腿也有劲儿。可我做餐厅的，最怕你们第一筐好，后面跟不上。听见没有？人家做生意的不看你们几张纸，稳定供货才是本事。我们可以每筐都拍照、轻重、留档。留档能证明今天这筐，证明不了明天。所以今天不谈大单，只谈试单。阿兰这筐硬壳蟹按好货走，软壳另算，不混名头。你收回去试菜，觉得不稳，后面不接。春淼，那价格呢？按货看价，你开。硬壳蟹我按380收，软壳蟹不要混进来，我可以低价收一半，剩下你们自己处理。下午2点前送到店里，坏一只我退1筐。380，比许老板高100。380收几斤蟹算什么本事？餐厅今天图新鲜，明天就不要了。我图的不是新鲜，是他们敢把筐底写出来。你送来的礼盒，哪次给我看过筐底？真卖出去了？不是卖出去了，是试出去了。下午2点，坏一只退1筐，敢不敢送？敢，只要按我这筐真货算，我敢。第一单试供，阿兰硬壳青蟹8斤6两，下午2点送达，客户现场验收。下一筐，谁愿意按档案验？我这筐能不能也看一下？不一定卖高价，我就是想知道到底差在哪儿。秀梅，你家上个月还欠着我2次冰钱，想清楚再站出去。许老板，我没说不还，欠冰钱可以对账，不能拿来压货价。我压他了吗？我给他现结，他自己愿意卖，对吗？我以前是愿意卖，因为我不知道一筐里哪部分值钱。这批土沙干净，水痕也新，坏的少数，不该一筐都按差货算。好螺走餐厅，破壳螺本地快销，开口发味的不能进食材筐，分清楚才知道怎么卖。秀梅海说1筐，成货12斤4两，破壳次货3斤，开口发味1斤2两，剔除。提出的1斤2两就不能卖了，不能按好货卖。要是混进去，今天多卖几十块，明天客户退整筐。刚才我那筐也是软壳蟹没按好蟹算，可硬壳蟹架起来了。如果成货按餐厅价，次货按本地快销，剔除不算，合起来比许老板一筐价多60多。我每天多60，一个月就是1000多。你们算的倒好听，谁给你们收次货？谁给你们处理剔除？谁保证餐厅天天要？所以先小批量，钱也分开记，成货多少钱，次货多少钱，剔除多少，不再糊成一笔。我愿意这么记，少一点也认，至少心里明白。行，今天谁跟他分级，谁以后就别来我这儿结账。我把话放这儿，愿意跟他慢慢分的，就去找他收钱。愿意走我的车，现在排队。许老板，那阿兰和秀梅的货，他们不是有档案吗？让档案收。想卖给许老板的继续卖，我不拦。想试分级的也不用今天全压上来，先1筐1张单1笔账。说的好听，货坏在手里你赔？我只赔我承诺的。阿兰那筐硬壳蟹下午2点送餐厅，坏一只退1筐，我负责盯到底。其他人的货不愿试就别冒险。这话实在，不哄人。实在？他要是真实在，就把你们今天所有货都按高价收了，他敢吗？我不敢，因为不是所有货都该按高价卖。成货有成货价，次货有次货路，坏货要剔除。把话说清楚，才不会坑客户，也不会坑自己。我那筐先试，试坏了我认。我这筐也试一般，
剩下一半我自己再想办法。秀梅，你欠的兵钱可还没结。许老板，兵钱我认，我卖了成货就先还你一半，剩下写清楚日期，但货价也得写清楚。春淼姨，我把阿兰和秀梅的货单单独建一页。建，写清楚今天谁愿意试，谁继续按原路卖，别把人情和账混在一起。行，你们慢慢写，我看餐厅那点小单能撑几天。从现在起，他俩的货不进我的车。那就从今天起，他俩的货走清朝真货档案，先编号，再装箱。兵方不给兵了，说今天兵都订出去了，一袋也没有，没兵怎么送？餐厅2点验货，路上焖一下就完了。我早说过，货不是分出来就能进城，没兵、没车、没客人，纸写的再漂亮也没用。刚才还有兵，怎么突然就订完了？许老板的大车要走，兵都先装那边了。沉住气，不吵，先保货。怎么保？坏一只退一筐，是你刚才答应的，所以不能乱装。小满，记录现在温度。桂嫂，找干净湿布，不要滴水。秀梅，把海螺成货先放阴影下，别堆太厚。 11点20，码头阴影处，箱内未加冰。哼，没冰还贴温度，给谁看笑话？给客户看实话。断冰不是藏起来，断在哪里就写在哪里。可客户看见断冰，会不会不要？可能不要，但如果不写，出了问题就是我们骗他。这样能撑多久？不久。所以只送阿兰那8斤6两硬壳蟹。秀梅的海螺今天不赶餐厅单，先转本地小份，不能为了凑单把稳的也拖坏。我的不送了，不是不要，是不冒险。你的成货先做本地快销，档案照样记，钱另算。车要走了，谁现在交货还能赶这一趟？过了这一趟，下午别来找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每20分钟记一次。第一单能不能成，不靠嘴，靠这张记录撑住。我记。你们中午断过冰？是断了，可我们用湿布保着，一路没乱动。断冰还敢送？我上午说过，坏一只退一筐。所以先看记录：11点20未加冰，11点35湿布保鲜，12点、12点20、12点40各记一次。送到前没有2次开箱。每次记录都有照片，时间也对得上。老板，蟹要是不行就别收，午市后面还忙。记录写的漂亮，不代表货还活。开箱液，这只可以。这硬，没水泡味儿。都是昨晚起的，我没敢混软壳。你以后每筐都能这么挑？我能挑，但以前没人按这个收。他负责起货，我负责验第一批，小满负责档案。做不到的量我们不接。你倒是敢把话往少了说。海货不能靠吹多，今天8斤6两就是8斤6两，明天只有5斤也写5斤。断冰这事儿，你们要是藏了，我不会收；但你们写出来了，货也撑住了，这单我收。真的？硬壳青蟹8斤6两，现场验收合格，下午菜品试用，明早给反馈。我加进档案。这批做清蒸可惜，今晚留2只做招牌砂锅。那是不是说明货还行？行不行？客人嘴最实在。第一单不是成了，是开始有证据了。春淼姨，秀梅姐那边出事了。许万金说他欠兵钱，要把他的海螺先扣下。秀梅欠我2次兵钱，加上泡沫箱钱。今天这筐螺先抵了。可这筐不是一口价的差货，春淼刚帮我分过。欠账还挑货，以前哪次不是这么抵？这次不是，这次先看货。这只不能混，以为已经起来了。猫眼螺走餐厅小份，辣螺做本地快销，破壳发味剔掉。你整笼拿走，等于把好螺、次螺、坏螺全按一个价吞了。你分这么细，说的好听，谁给他收？我的蟹刚收了，有回正。秀梅这盆猫眼螺，我可以帮她问同一家后厨。我以前只知道一筐卖，没想过还能这样拆。
货拆清楚，好货坏货才能分，账才算得清。现在算兵钱，2次兵钱100，泡沫箱30，130。那你刚才说整筐抵完还差一点，欠兵钱130，写清楚，海螺按分出来的货另卖，不能整筐抵。你这样搞，以后谁还敢帮他们垫东西？你愿意垫，就把价写明，怕写明那就不叫帮。兵钱我认，可这盆好螺，我要按好螺价卖。春淼，这袋是不是你们的？送货的人说便宜点走量，我差点就收了。这不是我的螺，我今天的开口螺都踢了。先看看货，这袋焖过，好螺铺面，坏螺压底。拿我们名字卖这种货，客户吃一次，谁还信清朝真货？哟，才做1天就有人学你们贴标签儿。林春淼，看来你这招也不怎么稳。真货不是贴出来的，秀梅的猫眼螺可口紧，沥过水，袋里不会有这么重的泥汤。而这袋底下焖了坏螺，再贴什么字都没用。那我以后怎么认？总不能每袋都倒出来吧？第一次合作就要倒，看3样：上层有没有铺面货，底层有没有泥水，螺口有没有松开，标签只放最后合。我的货以后宁可少卖，也不能这样闷袋。几只螺而已，也值得你们折腾半天。坏名声就是这么混出来的。下次谁说是我们的货，先倒盆看底。县城生鲜市场有个陈远洲，专挑稳定货，他一直嫌岛上货忽好忽坏，不敢给固定档口。你们要是真能天天这么分，我今晚帮你递个话。可以，明天他来，让他验验香。蟹不能堆，堆久了互相夹，壳再硬也掉腿。春淼说硬壳走餐厅，软壳不混名头。螺怕闷袋，你们这样沥水比湿淋淋装一袋强。以前我怕干，就一直往袋里加水，结果底下总有味儿。保湿不是泡水，透气比漂亮水光重要。这泡水太多反而不好。这箱可以进冷柜，但不能和青蟹同箱，蟹冻起来会夹坏鲍鱼。小虾也不能塞蟹箱里，焖出腥水，全箱都受影响。陈老板，照你这么装，一车能少放多少货？赚不赚钱了？少放一点，少退一筐。货处理有基础，但要做固定档口，还得让客户每天找得到你。我们只报能供的量，不报满花。县城生鲜市场有个边角档，能接冷柜和称重台，我给3天试用。条件很简单，每天3品开箱，蟹、螺、鲍鱼都按今天这样处理，坏货不进箱。档口能摆这些分开的盆吗？能，客户看得见，比你说10句都强。明早7点，我在档口等你们。第1天现场开箱，先开3筐，就这3筐吧。这2只是我刚才没来得及挑出去的，没挑出去就不能装成硬壳箱，硬壳单层，软壳另卖，断腿另计。敢当场拆出来，总比回头被客户拆出来强。这2只不能进成货，土沙不进的，最多本地快销，不能送餐厅。这盆猫眼螺可以走餐厅，辣螺再沥半小时。陈老板，你看见了吧？3箱都能挑出毛病，这样的货也敢进档口？我怕的是有毛病没人挑，他们现在挑出来了，客户就不会在饭桌上挑。档口第1天就按这个摆，能卖的卖，不能卖的不硬塞。3天试用可以给，但每天开档前，我要看3件事：蟹是不是单层，螺是不是沥水，鲍鱼是不是还吸得住。这么严啊？严一点，你们的退货才能少一点。明早周7点带货去县城，箱子可以不满，但不能乱。林姐，你们这边是不是贵了？同样写清朝岛，人家便宜不少。那不是同样的货，都是海里捞上来的，怎么到你们手里就金贵了？不吵架，直接开箱看。
这只不是坏货，但不能冒硬壳蟹的价。低价可以，混名头不行。我后厨要的是硬壳蟹，软壳下锅缩水，账就不一样了。这袋焖过，要是送餐厅，客人吃到沙，骂的是清潮岛的招牌。便宜货有便宜货的卖法，挑这么细，谁还买得起？蟹清楚是散货混装，当天快销，客户愿意要，谁也不拦。可你摆得像精品，客户以为捡便宜，回去才知道少了什么。鲍鱼怕闷，虾也怕泡，两样挤一箱，便宜是便宜，回去损耗谁算？那低价箱就不能卖？低价不是错，错的是拿散货当精品卖。我们卖的是硬壳单层，海螺沥水，鲍鱼吸得住。要便宜买对面，要稳定看这里。两种货别混成一种话。真让他们买走啊？让。今天不把差别看明白，明天还会拿价格压我们。我不要多，要稳，能不能以后每天都按这个样子供？想稳，就不能天天在码头临时凑箱。明天去看冷链隔间，3品先入仓。昨天蟹刚卖出去，今天钱就要全砸进来，家里还等我拿生活费，要是半个月没起色，大家会不会怨我们？先不签，先看货进来以后怎么活。蛏子不能后堆，厚了下面焖，上面看着活，底下先酸。进仓前先吐半轮沙，卖的时候才不砸口碑。这东西坏起来不吭声，一袋焖坏半袋。软壳不混硬壳，少赚也认了。这箱进仓稳。你们以前怕少装，现在要怕乱装。不用写一堆，客户开箱看见还吸得住，比字管用。你们要是只租这个小隔间，量别爆大，箱体不能漏水，重货别压轻货，出仓前自己看一遍。那分红怎么办？2条路，今天不租，继续码头临时凑箱，赚到手就分；租，前半个月少分一点，但能接稳定单。生活费不能断，每个人先留基础结款，剩下的才进周转。我同意是半个月，蟹不能天天堵路上。我也是，好鲍鱼不能坏在箱子里。那我的蛏子和螺先按小量来，卖得稳再加。来，把字签了。哟，春苗海味，这名字挺好听的啊。名字挂上去不是好听，是提醒我别乱装一箱货。春淼姨，有2家说咱们昨天到的货有味儿，要退。这也太齐了吧，像是一个人叫的。肯定是许万金在背后鼓火，我们去找他。别找人，直接拆箱，货不会说谎。后厨昨天忙，想着放冷柜里问题不大。海说不是冻品，昨天中午该拆该沥该分，焖到今天下午，好螺也扛不住。这个不全赔，按开口损耗补一部分。那不是我分货的问题。不是，以后交货单写清楚。螺到店先开袋沥水，不能整箱焖过夜。这箱出仓时不是这样，我排得好好的。路上压过，重货不能压蟹箱，蟹箱上也不能再叠冰袋箱。那我客户只看结果，蟹蔫了就是蔫了。这单先补，不是认乱赔，是客户收到的状态确实差。后面蟹箱加硬隔板，箱盖贴不可重压，出仓前看箱角。明明不是我们挑货差，也要补。别人乱压是别人的错，客户拿到差货是我们要接的事，接住了，下回才有底气。连买的啥都说不出来，还退什么？这几张不接全退，让对方拿箱、拿货、拿购买时间来。说得清就拆，说不清别想一句话压我们。你这么处理，我下次敢继续要。最怕的是一退货就推来推去。今天这事不算坏，你们把售后接住了，品牌才算站稳一半。你们这儿能不能接大单？越快越好。我们要的量很大，
竹五青蟹要200只，鲍鱼要100份，海鲜组合要300盒。春淼姨，这要是接下来半个月租金就稳了。我们要的急，明天上午就走一波，价格好说，量得给足。得先看货。鲍鱼不是糖，一抓一捧，吸得住才算鲜活，反应慢的不能进组合盒。今天鲜活鲍鱼只能出60份，你要100份，可以等明后潮，也可以改小量精品。有钱你们还不赚？这40只鲍鱼不会因为你急就突然活过来。这些也能吃，装进组合里不就行了？能吃不等于能冒硬壳蟹，组合盒写什么就得装什么。他这话对，组合最怕一盒好一盒差，客户只记差的那盒。这盆能走餐厅，这盆要再吐吐半小时，蛏子今晚不凑合。可这样300盒就凑不够了。凑够了，明天售后也够了。愿意按潮期等货的排稳订单，要明天大批量现货的只给散货方案，只要便宜不问内容的暂时不接。那我先订60份鲍鱼，青蟹按硬壳走，后面按潮期排。少接这么多，不心疼啊？心疼，但乱接一次，后面会疼更久。喂，码头那边说，明早登记的几筐硬壳蟹被人提前挑走了，剩下的多是小蟹和软脚蟹。昨天看货时不是这样的，那几只大硬壳呢？今天潮不好，就起了这些。潮不好，不会把绑绳也变新。昨晚那批蟹脚节有黑泥，今天这些泥都干在壳边，像是后面凑的。许老板那边现钱高一点，我们就先卖了几只好的，反正这些也能吃。能吃就能往我们箱里塞。明天客户要的是硬壳组合，先别吵，我们先分货。第一盆能进仓，但数量不够，只能小单。第二盆当天快销，不能写硬壳。第三盆降价本地走，别进组合盒。我们也是想多赚一点儿，你们规矩太细，别人给高价，我卖给谁不行？当然行，你的货你可以选卖给谁，可排进春眠海味的批次，就不能把好货挑走，再拿剩下的顶同一批。你多赚没错，别让信你的客户替你扛。林春淼，照你这么收，谁还敢跟你干？人家辛苦赶海，卖高一点也要被你挑毛病。我挑的是货，不是人。好货就该卖好价，软脚蟹也有软脚蟹的价。可你把软脚塞进硬壳箱里，今天多收20，明天整箱就被退回。螺也是这样，开口螺混进去，一袋好螺都跟着被骂。要是我刚才处理，不是吵起来，就是心软收了。吵赢了没用，箱子过不了客户那一关。怎么一眼看脚力、壳硬和泥丝？明早在码头摆一堂识货课，青蟹怎么分，螺怎么挑，鲍鱼怎么吸附，都摊开讲。都别听他讲一堆，客户买蟹第一眼就看大不大、漂不漂亮，这种才叫精品。他故意来搅场，既然拿来了，就一起看。第一看脚，脚软的路上扛不住；第二看壳，壳硬才耐放；第三看壳边水痕，水养得太足，看着重，活力不一定稳。你就是怕人家看上我的大蟹，才说这些弯弯绕。这只蟹鳍边松，脚节发软，今天卖可以，不能写耐运松精品。我以前真只看个头，大的就觉得贵。漂亮可以卖漂亮价，现挑现吃也没问题。但要发到县城写鲜活精品，就得看它能不能撑过路。客户买错一次，下次不止不信你，也不信清潮岛。照你这么挑，大家还有多少货能卖？能卖的都能卖，只是不能乱写。大而脚软走当天快销，小而硬壳走稳定单，断脚软壳另标另价。每只蟹都有路，不是每只蟹都能冒精品。这个席怎么看？青蟹3看：脚力、壳硬、壳边水痕。春苗姐，明天我能不能把货拿来先分一遍？好货卖好价，快销货也别混。可以，想学就来，别怕分出来丢人。怕的是明明知道还往箱里混。
你迟早把大家管得没饭吃。我管不了谁吃饭，我只管从我这儿出去的箱子。喂，陈晚舟说冷电仓下周临时调仓。陈晚舟口个盐仓，咱们的小隔间可能要被压掉一半。原本能放4排周转箱的小间间，下周只剩2排，旁边堆着餐厅复购、现成档口小单和新采购牌的鲍鱼组合。仓位说减就减，那我们去仓里争啊！不是单卡你们，仓库整批调位，你们量小，最容易被挤。那螺和生子怎么办？焖不得，拖久了也不行。先别争，先分货。第一类必须入仓，鲍鱼硬壳轻蟹，客户要鲜活稳定，路上不能堵。第二类，岛上能暂养的螺和橙子看吐茶时间，进单先走。第三类，不能保证的，主动顺延。主动说不够，会不会显得我们没实力？不够就说不够，硬装有实力，到时候坏的是整箱货。我这儿地方小，长期存不了。不长期存，我们只做短时预冷，螺沥水、蛏子吐沙、轻蟹不过夜，冰钱照算，箱子不会漏水，地面我也会让人收干净。是3天，你们别把泥水弄得到处都是。我盯着蛏子，不让他们泡成泥汤。听见没？他们供不上货了，可以转我那边低价接。你给客户打电话，只说3件事儿：哪些能按时发，哪些可替换，哪些要延期。能保证的说能，不能保证的别逞强。客户怕的不是少，怕的是你明知道不稳还硬发。餐厅愿意把1箱辣螺换成猫眼螺，档口同意鲍鱼少发20份，新采购把组合盒往后排1天。这一下午比赶大潮还累，仓位少了，脑子不能乱，货往哪儿放，话就往哪儿说明白。林姐，这张是不是你们开的？有人拿着它在市场卖鲍鱼，说跟你们一批啊？我也是从上家拿的，人家说档案齐全，我才敢摆。要是假货，我这摊口也砸了。先别认，也别甩，去市场开箱。这批离水久了，能卖，但不能写鲜活精品。可纸上写的是春苗海味，照片也有。照片先放一边，看货。我们出仓鲍鱼是日不浅盘，不泡冰水，吸不住的会单放暂养，不会混进精品箱。你这箱处理法就不是我们的。那这张纸怎么回事？真当验不只看封面，要能对上3样：入仓前的称重照，出仓时的温度贴，双人复合签名。你这张只有模板图，照片里连香角水印都没有，签名也不像小满写的。我的签名不会把秒字少写1横。林春淼把流程弄复杂，就是不让别人卖清炒海货。流程不是拦谁卖货，你卖当天快销就写当天快销。你卖精品鲜活，就拿得出精品鲜活的货，客户买到什么，赶海人卖出什么，都得说清楚。档案只是辅助，箱里货对不上，纸再像也没用。林姐，那以后客户问真假，我怎么说？明天开仓验过，让客户看我们怎么分、怎么称、怎么出仓。看过1次，比解释10次强。冷链仓那边说几箱轻蟹爬出来了，螺箱标签也被撕了。明天客户要来看仓，这样还怎么开箱？只记了半夜有人进出，看不清是谁，怎么办？先别乱捡，谁也别把货往回塞。红绳的是硬壳，蓝绳的是软壳快销。这只红绳壳硬，脚力足，回硬壳箱。那只脚软，别拆，放异藏盆。这只能卖啊？能卖。也不能靠猜放回原箱，认不准的，明天给客户看。这盆猫眼螺能认回来，辣螺少了水，重新称，开口的不回箱。异常盆重新称重，剔除盆分开写。你们仓里出过事儿？出过，轻蟹跑箱，螺签被撕。我们昨晚按绑绳、脚力、入仓照片、净重重新核了一遍，能认回的认回，认不准的在这里不发给你。你们不瞒，我反而放心。以前最怕出事了还装没事儿，出事后查得回，挡得住，这才是追溯的目的。这签不是我们的，编号我见过，前几天低价箱上也有一个。这枚旧签不能单独说明全是徐静华那边的吧？单独不够，所以才不能乱说。我们只把能对上的摆出来。以前我一看这些就想冲去码头炒，今天我不炒，我就看他们怎么连起来。这袋我记得，
那天天儿下开口螺的味儿都起来了，还贴着清朝真货，还有鲍鱼。真货怕泡水，夹档案那箱偏偏泡了冰水，只能仿，货处理仿不了。林春淼，摆这么一桌是想把市场上的人都吓跑。海货本来就有高有低，客户要便宜我就给便宜，有什么错？便宜没错，散货也没错，错的是把散货、快销货、精品货混成一种说法，客户看不清就不敢信，赶海人看不清就只能被压价。可我们拿货的时候，上家就说是清朝低价直供，所以今天不让你们空口站队，谁手里有进货单、箱照、退货照都可以拿出来，说得清就摆到桌上，说不清不逼谁。你非要把旧事翻出来，以后我不碰你那几个箱子，你也别把这条线往下拉。我不是为了回来跟你斗气的，我是要清朝岛以后不用替混货背名声。我这里有一张供货单，那几箱假标螺和低价蟹是许万金那边给我的。他说面上摆好货，底下垫散货，价格才能压下来。我也拿过这样的货，上面说便宜好卖，面上摆好看点，底下垫散货，客户不倒箱就看不出来。怪不得我们老被压坏货损耗，有些损耗根本不是我们出的，便宜不是问题，散货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3种货混成一种说法，客户看不清就不敢信，赶海人看不清就只能被压价。市场要便宜，我按客户需求配货，有什么不对？你配货可以写清楚，小蟹就是小蟹，快销就是快销，把它装成精品，客户花冤枉钱，赶海人背坏名声，这就不对。这箱不是说我们货坏扣了损耗吗？怎么又出现在城里卖？卖不动的有些会退回去重新压价，我们以前也不敢问。渠道这边以后只接说得清的清朝货，能开箱、能验货、能对上处理方法，我们接；来源不清、混装冒牌的箱子不接。我宁愿少买，也不想每次拆箱像赌。愿意走这条路的，货怎么分，钱怎么结，都摊开。想卖散货也可以，别冒精品；想卖高价，就拿得出高价的货。以前总怕规矩多，现在才知道，没规矩的人才最容易被压价。林春淼，许万琴去东湾滩了，听说他把现收价抬得很高，要把明早最好的青蟹和参子全抢走。又是这样，好货卖给许万金，挑剩的送我们这儿。他现钱高，我们也想多赚点儿。多赚没错，可你们看这筐，规格乱了，客户明天就不敢排单。这还没长成，现在翻出来，明年这片摊就少一窝。小陈被翻出来，养不回去。今天看着多，明天就空。今天高价抢走一脸，明天规格乱了，客户没了，幼苗少了，到最后，不是谁赢，是东湾滩先空。少吓唬人！海里的东西，今天不挖，明天也不知道被谁挖走。我给现钱是让大家吃到手里。现钱要赚，后路也要留。东湾滩按潮期轮采，留苗带不挖，小蟹小陈不进筐。愿意走春苗体系的，就按这个来；不愿意的，我不拦，但别拿抢挖货冒标准货。规矩这么多，少挖了谁补？我不画大饼，只算账，规格稳，客户排期。价格才稳，今天挖空，明年只能看别人脸色。他们量大，但退的也快。我们今天少发了3单，少发总比乱发强。客户要的是稳定，不是今天一车，明天一空摊。谁让你们翻这片的？这些不是小货，是明年的饭。贵嫂，别弄得这么大，就捡点小货，又不值钱。不值钱的是今天，值钱的是明年。你翻的不是小货，是明年的饭。哼，林春淼，你现在连摊也想管？东湾滩又不是你家的，
别人捡点小货，你也要拦？滩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靠海吃饭的人都得守住它。今天为了多挖一筐，明年客户问我们要东湾滩青蟹，我们拿什么给？这个再养一阵能卖好价，现在进筐只能当拆货压价。许老板说小货也收，现钱给。现钱花完就没了，摊空了，咱们连差货都没得挖。这盆留不能挖，这盆按轮采期收，卖稳定价，这盆当天快销，不冒标准货。规矩不是为了拦谁，是为了让东湾滩明年还有货。以前许老板给看摊钱，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这坑要是越翻越多，亏的是我们自己。那先试1个月，轮采、留苗，小规模不进标准筐，谁坏规矩，别怪大家不认。客户那边要不要说？要说，但不是卖惨，是告诉他们，清朝货不只是验出来的，也是守出来的。你们现在不只是几个人赶海卖货了，要守货源、守分级、守售后，松散队伍撑不住，该正式成队了。我提议，咱们成立一个赶海队，清朝海女队。挂了牌，是不是货就能卖高价？不是挂了牌就高价，是守得住货才有资格卖高价。不挖幼苗，不混规格，不贴假标，不拖记录，好货好价，普通货普通去处，问题货不进品牌。所有的收益按户头分，风险售后共担。卖出去还要管售后，那不就没完没了？售后共担不是乱扣钱，运输压坏算运输，称重差了算流程，货源混了算货源。以前大家怕售后，是因为没人说清楚，现在说清楚，客户才敢继续买。分级也不是挑刺，硬壳蟹、软脚蟹、小蟹各有各的价，最怕一筐混着卖，好蟹被差蟹拖价，差蟹又害好蟹挨骂。这盆不能挖，不是装样子，今天留它，明年才有这盆。谁进海女队，先学会放手。规矩太多了，我就想赶海卖货，没想管这么细。可以不加入，自愿最重要。硬拉进来，迟早坏规矩。我还是算了吧。那春苗海味算什么？清朝海女队是人，春苗海味是对外的牌子，人守规矩，牌子才站得住。东湾滩青蟹什么时候能买？东湾滩按轮采期，下周才有。今天不能为了接单去挖留苗带。能等，我们等真货。县城海鲜订货会给春苗味留了一个小展位，位置不大，但要求不低，必须拿出稳定3品和完整追溯方案。订货会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好货都带上？不赶热闹，能稳定的才带上桌。摊位小没关系，货摆满，看着才有气势。不追大而全，只做稳定3品，青蟹、蛏子、鲍鱼，拿不稳的不上桌。那我们的货不是白准备了？不是不给机会，是先把能稳住的3样打出去。牌子第一眼可以小，第一单不能乱。蛏子不是越湿越好，水泡久了壳亮，肉反而空。我还想把以前所有案例都放进去，显得厚一点。客户不是来看你们写了多少页，是看出了问题能不能查回去。册子薄没事儿，话要说得清。本来就只有3品，少一箱展台更空，空一点比乱一点强。订货会不是摆满给人看，是让人敢签回去。这箱拿掉，软脚当天快销，硬壳不足就按不足报。我们这展位会不会太素了？货稳，台子就稳。清朝海货，量大价低，今天现场定，现场让利。人都被他喊走了，开箱看看。你们这边贵不少，贵在哪里？不承诺最低价，只说清楚你买的是什么。青蟹按硬壳、重量、活力分，蛏子看吐沙和净重，鲍鱼看吸附，
坏货怎么退，损耗怎么认，写在这里。能不能每天稳定供同样规格？路上坏了怎么补？批次怎么查？都是清朝好货，量大便宜，温控和售后。做生意嘛，哪能一只只说的那么死？我给你便宜，够实在了吧？便宜是便宜，可我回去拆到软脚蟹算谁的？上次我就是看中这个，硬壳就硬壳，软脚就软脚，不混。冷链、分拣、售后都有成本。春苗海味不是卖最低价，是卖能查、能验、能稳定复购的货。低价可以买，稳定也可以买。低价散货有散货的去处，标准鲜活有标准鲜活的价。赶海人和客户都不该糊涂。那我先要1周清蟹小单，按硬壳标准走。我订生子，先试3天，土沙和净重按你们这个来。原来不跟低价吵，不是不敢，是卖的根本不是同一种货。对，我们不拦别人卖便宜，只守住自己说过的话。清朝这边凑不够，外岛调一批来，壳面挑干净点，明早贴清朝货交过去。先等一下，昨天订货会你说是清朝货，捕捞地和温控记录呢？都是附近海域，差不多。你看这蟹，个头不小，价还低。附近海域和清朝岛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只看货，不替你做决定。外岛货不是不能卖，但不能贴成清朝货。这批能卖，但不是我们昨天看到的清朝硬壳规格，蛏子也不对。清朝东湾滩的蛏子壳色偏深，缝里带黑泥，这箱泥沙细，土沙时间也看不出来。你们就是会挑刺，货好不好，客户自己不会看。客户当然会看，我们只是把看法说清楚。你写外岛散货可以谈外岛散货价，写清朝货就要拿出清朝的来源和温控。相册光秃秃的，只有临时贴纸，没有入仓照片、称重记录，也没有温度贴。我可以收外岛货，但不能按清朝标准收。你要么改真实来源，重新谈价，要么这批我不接。林春淼，你处处挡我财路。清朝岛的名字不是谁想贴就贴，你卖外岛货我不拦，你把外岛货贴成清朝货，我就要说清楚。怪不得他们总说要看来源，原来不是为了麻烦，是为了别买错。许老板，这批不是清朝货，我们不好帮你贴。有3张出货标签少了。刚才有人说许万金找过几户新队员，给高价，让他们借标签。标签不是随手拿的纸，少1张就有1箱货能冒我们的名出去。许老板说只是借一下，他那批货也不坏，就是缺个牌子，给的价高，我们一时糊涂。我们没想害队里，就是觉得几张标签没那么严重。那就看1箱货，看看标签到底贴的是什么。这张标签贴出去，客户以为这箱货有5个人担着，谁采谁分谁称谁打包谁复核，不是1张纸，是1串人名。我们没想这么多。你借出去，客户真拆出问题，不会找许曼华，会找春淼海味儿。守规矩的人也跟着被拖下水。标签贴在这盆儿，客户买的是净重和土沙，贴到这盆儿，就是拿没处理好的货冒处理好的货。你说只是借，客户吃到沙，可不会觉得只是借。我以前一筐糊涂卖，吃过亏，现在好不容易能说清了，别再把它弄糊涂。按队规暂停你们3批合作资格，不是赶你们走，是让你们重新上一次分拣课，把这3张标签对应的空号补清楚，以后再犯就不进春苗海味。还能回来？海上的路也是这样，错一步要记住，但不能一错就永远不让人上岸。回来可以，规矩得补上。这个漏洞补得及时。长期施工启动前，客户最怕的就是内部标签乱。远滩那边起浪了，明早那批鲍鱼采不了，第一批长期施工的3品样可能缺1品，第一批长期施工就少1品，客户会不会觉得我们不专业？2家客户写的是3品样，现在缺鲍鱼，说名册都对不上。要不从外面调一批差不多的鲍鱼，先把样品凑齐，客户未必看得出来。来源不清的鲍鱼不能进清朝档案，更不能做长期施工样。能交的照常交，不能交的明说。青蟹蛏子正常送，鲍鱼样延期。客户要完整3品，就改3天后。那今天少的不只是鲍鱼钱，是第一印象。第一印象不是货多，是不糊弄。你们不是说稳定3品吗？
第一单就缺，后面怎么长期合作？稳定不是永远不缺货，是缺货时不乱补不乱标。今天我能给你一批外面调来的鲍鱼，但它不进清朝档案，也不该挂春苗海味第一单。青蟹和蛏子状态稳定，鲍鱼可3天后补样。那先收2品，鲍鱼3天后补，但说明要随箱给我。嗯。还有一家愿意改3天后完整3品。今天少赚是为了让客户知道，我们不会硬凑。以前我怕客户嫌少，现在才知道，说清楚比凑满更难。春淼姨，她说适合长期合作。原来诚实也能当本事。长期施工稳住了，春苗海味可以申请县城生鲜专区固定档口，不再只做临时开箱台。固定档口一开，就不是试着卖了，是天天给客户看。开档口不是摆个牌子，租金、轮班、冷柜、售后，样样要钱。还有基础结款，不能为了开档口，让家里断了生活费。所以今晚不喊口号，只算账。开，短期分红会少，品控更严，大家要轮班。不开，就继续小规模试供。稳是稳，但客户找不到固定地方。我同意开，我摆摊多年，最懂没名字的货有多容易被压，客户认得档口，货才有路。我也同意，但基础结款不能断，分红可少，日子不能空。我不适合天天站档口，可我能管培训和验货。新人不会看蟹脚、蛏子、鲍鱼，就别让他上开箱台。客户资料我管，每次开箱，谁问了什么，拆了哪箱，售后怎么处理，都留记录。档口的货不能堆满，标准鲜活、当天快销、异常待查，这3品要分开。固定档点最怕热闹一天，第2天乱一箱，宁可少摆，也要让客户每天看见同一套规矩。名字也要说清楚。档口叫清朝海珍真货档口，春苗海味是品牌，清朝海女队是供货和验货的人。不叫春苗档口，要让客户记住我是一阵子，记住清朝真货才长久。许万金把一批低价问题货送到我们档口旁边的摊位了，说也是清朝货，开业当天一起摆。那客户要是先拆到他那边的坏货，会不会连我们也一起不信？不撤档。开业第1天，我们就做公开开箱验货，低价货摆旁边也好。客户不是听谁喊得像，是看谁说得清。明天所有货当场查。旁边围起来了。急什么？今天所有货都能当场查。这些记录我们看不太懂，不用全懂，你只要知道这箱货从哪片摊来，谁分的，谁称的，出了问题找谁。你们这货看着也不错，都是哪儿产的？有温控吗？都是清朝附近的，这还用问？那要是有坏的，你们怎么处理？海鲜嘛，哪有没损耗的？这很正常。这批硬壳蟹能按1周小单工吗？能按轮采期工，不保证每天同量。脚力不足的放当天快销，不进硬壳单。橙子按净重算，吐沙前后重量不一样，单子上会写清。以前一筐货被一口价收走，今天才像是真正卖明白了，账也明白，谁的货、什么规格、多少钱，写在这里。清朝真海货今天有了自己的档口，海货要真，日子才会稳。